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从替身到真我滤镜大结局让观众直呼平凡才是最美滤镜。滤镜自开播以来就备受瞩目，豆瓣开分高达 7.3， 这个亮眼的分数使其在同档期的剧集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。他就像一位强劲的选手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收视之战中，轻松地将白敬亭、张若楠主演的《难哄》以及张凌赫主演的《爱你》甩在身后，口碑迅速登顶。而当滤镜播出大结局后，它的热度更是如同火箭般飙升，一举冲上热度榜的冠军宝座，成为了当下观众热议的焦点。滤镜的剧情设定独特而富有深意，它巧妙地融合了现代社会中的容貌焦虑问题与奇幻元素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爱情故事。李兰迪饰演的苏程程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女性形象，在当今社会，容貌焦虑如同阴影般笼罩着许多女性，苏程程也未能幸免。她生活在一个对外貌高度关注的环境中，周围充斥着各种关于美的标准和评判，这使得她对自己的外貌极度不自信。这种不自信不仅仅影响着她的日常生活，更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，让她在面对他人和自己时都充满了不安。一次偶然的机遇，苏程程获得了一个神奇的滤镜手镯。这个手镯堪称是一个高科技的奇迹，它拥有改变外貌的神奇能力。对于饱受容貌焦虑困扰的苏程程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于是，他开始利用这个手镯变身，体验着不同外貌带来的全新生活。他的每一个变身身份都像是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他坐享着替身带来的各种福利，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在个人情感方面，都似乎因为外貌的改变而变得顺遂起来。谭健次饰演的唐琪则是一个深情而纯粹的角色，他与苏程程的相遇充满了戏剧性。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有着不同的变身身份，只是单纯的被她的每一个分身所吸引，进而深深地爱上了她。他的爱情是纯粹而热烈的，不掺杂任何杂质。然而，当他发现自己所爱的人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欺骗真相时，他的世界瞬间崩塌。那种伤心欲绝的感觉，如同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一般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故事迎来了更加复杂的情节发展。苏程程因为滤镜手镯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，她被隐形了。这一情节的设定极具冲击力，他将苏程程推向了一个极度绝望的境地。在被隐形的状态下，他仿佛成为了一个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，外人不仅看不见他，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到。他完全被滤镜的力量屏蔽了。这种孤独和无助是难以想象的，就像一个人被困在了一个透明的牢笼里，与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。而唐琪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他对爱情的坚守，尽管他遭受了欺骗，尽管苏程程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状态，但他依然凭借着对他的爱，依靠触觉去感受他的存在。他的不离不弃成为了这段爱情故事中的一抹亮色，也让观众看到了真爱的力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甚至已经向苏程程求过一次婚，这一举动表明他对这份爱情的坚定信念。他爱的不仅仅是外貌，更是那个隐藏在不同外貌之下的真实的苏程程。在大结局的剧情中，故事迎来了高潮部分。苏程程在绝望的深渊中，突然接到了当初送给他手镯的老奶奶的电话。这个电话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，打破了他内心的绝望。老奶奶的问题直击他的内心，
你不喜欢滤镜吗？你不喜欢随心所欲变得更漂亮、更有魅力吗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苏成成的提问，更是对所有观众的一种思考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过于追求外貌的改变，而忽略了真实的自己呢？苏成成啜泣着回答：“我喜欢，但我更喜欢我自己。”这一回答充满了力量，它标志着苏成成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，终于找回了自我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身边的亲友们喜欢的是那个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变身后的替身。这种对自我的认知和接受是他成长的重要标志。随后，他与老奶奶相约在当初两人相遇的地方碰面。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立刻现形了。老奶奶原本还想将手镯送给苏成成，并表示之后滤镜手镯的功能会越来越强大，但苏成成却坚定地卸下手镯，决心恢复平凡人的生活。故事的结尾充满了浪漫与欢乐的元素。唐琪和苏成成在帐篷里约会的时候，唐琪拿出戒指准备第二次求婚。这个场景充满了温馨和期待，然而意外却突然发生，帐篷垮了。这一突发状况让整个场景变得有些慌乱，但也为故事增添了一份诙谐。慌乱之中，唐琪到处找戒指，却突然发现戒指早就被苏成成捡走了。只见苏成成自己先戴上了一只戒指，然后拿起另一只戒指向唐琪反向求婚。在他们的婚礼上，两人浪漫甜吻之后，还突然上演了一场腕力比赛。这个情节看似荒诞，却充满了生活的趣味。唐琪输得一败涂地的结果更是让网友们笑翻了。整个剧情的每个环节都在打破世俗定义，从爱情中的主动与被动，到对真实自我的追求，再到对传统婚礼模式的创新，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滤镜独特的魅力，也是它大获好评的重要原因。与同档期的其他剧集相比，滤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剧情设定，还在于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，以及对传统爱情观念的创新诠释。它通过一个奇幻的爱情故事，引发了观众对容貌焦虑、真实自我和爱情本质的思考。